大家好，我杰夫。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请到我们的奥运选手陈思瑜。嗨，大家好。旁边这位是我们的前国手刘玉欣，算吧，算前国手吧，对不对？你有打过奥运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原因是，还要问原因？原因是因为思雨一直在。对。哦，东京奥运打完，舒缓了，隔离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出来稍微聊聊天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次东京奥运回来有往前爬一点吗？有，好像爬了1名还是2名吧？爬了一下，才1名啊！现在23是不是？25吧。25。你有很 care 那个世界排名吗？我的目标当然就是可以在前20、前15啊，就是希望，就是想，然后但是也觉得就是顺其自然。那这次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你是第几次打奥运？我是第3次。第3次。我也没做功课。那跟前2次比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心得？有，上场的感觉很不一样，因为参加过比较多次，所以可能在场上的那种心态、想法就是比较不一样，比较放松一点。对，而且我是觉得，因为这次在日本啊，对，可能时差的问题也很少，然后像场馆，其实它就是我们平常会去打公开赛的地方，所以其实这次比赛相对比前2次来的熟悉。对，算是，你才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配得上奥运国手这个名字。太谦虚了吧，你又不是这样的。应该很多观众不知道，其实你们2个很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原因是什么？你们当初为什么好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对，就是国小国一，没有国小我们2个就很好，他就天天要扒着我那种。真假的？只要不是没有手机嘛，然后就我们后来那时候很流行那个 OK WAP，然后我们2个他刚好买了一只 OK WAP，然后我本来没手机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去跟你爸爸妈妈拿一只这样，然后你知道啊，我好不容易有 OK WAP，他每天都打电话来，然后我真的手机里面真的有他，然后刚好国一我们又一起进去到国泰。但是你们国小就一起练球吗？没有不同学校。我以前国小都是，我以前到高中球都是赢他的。真的假的？我以前没有输过他。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？没有啊，毕竟能赢过奥运国手。对啦，我也赢过伊藤美诚。我也赢过超多次，我们2个赢超多次。你们2个赢伊藤美诚，你说那个这样子发球的那个，就是我大概18岁的时候，他9岁的时候，他来参加台北公开赛，他那次冠军，15岁跟18岁他都冠军，但是因为他小组跟我就是全台湾的时候，那时候只有我赢他这样。之前的小时候赢很多次，就是我赢了他大概5次、6次那种，然后后来有1次他那个比赛打得真的很好，他上去还差点赢那个中国的奥运冠军，差一点就打得真的很好。就我那次输他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赢过他了。你马上过2天就要去参加全运会初赛，个人赛是初赛，双打跟单打预赛。那双打跟谁赛？双打跟郑天之。郑天之？对。桌球甜心那一位。你们代表新北市女生有哪些？我郑天之、刘欣颖、黄玉文、黄宇乔。听说思雨本人不太需要教练嘛，通常是你教别人比较多。对，只要跟我训练过的人都知道。所以你会知道你自己需要训练什么，跟弥补什么。每个人的专长不一样吧，有的人可能他是在看对手，有时候在分析对手的影片，他可能分析得比较好。然后有的人可能是在比赛中，他不紧张，比赛临场的应变很好。日本、大陆就是很明显，就是他们一个选手，但他们旁边有4、5个教练，真的假的？指导教练、培训员、防护员，可能有营养师。但是在台湾就是一个教练要对40个选手、30个选手。对。那接下来我们全运会预赛比完之后，决赛在9月14到18，他就是隔了一点点时间就马上接着，因为我们9月中还有卡达公开赛加亚洲锦标赛。OK， 所以我们决赛打完的当天就要飞去卡达，就是9月18就飞出去，然后到10月初才回来这样。接下来国外的比赛，我们再一路把资讯分享给我们的球友们，让大家知道这些比赛其实一直都在进行。所以年底目前就是这3个比赛。
11月还有在美国休斯顿有世界锦标赛。世界级，有没有后悔退役？后悔。我是要准备说叫他帮我买什么。我们稍微跟观众聊一下国外的联赛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？你有参加联赛吗？我只有参加日本的，因为国外的怎么说呢？第一，语言很重要，是。然后也有听说过蛮多不好的经验，就是包括机票什么的，而且公开赛有很多，然后台湾的比赛年底又特别多 ，OK。所以如果你来回要这样飞的话，其实那机票是蛮大的问题。主要就是还是他的身体没办法。对，就是我之前要拿那个针，就是带出国，其实真的蛮不方便，因为如果我真的要待2个月、3个月，我那个针其实蛮不好带。多久要打一次那个针？它是14天要打一次，可是因为就是我会想要让那个时间拉长一点，就是不要没事一直挨针的意思。对，因为它还是有副作用啊，蛮多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所以就是还是尽量不打。对，当运动员真的很辛苦。对，而且主要他也不太能一直飞这么长途。对，所以到年底大概就是这样子啊，然后明年就是明年再说。就是其实还有日本联赛啊，但是因为我今年就是没有签约。那个联赛它有分等级的，比如说你曾经世界排名只是在前30，那你可能它的等级是3个 A， 它是有分的。然后前10，你曾经在前10的，你就是 S 球员，S 球员是最高等级的。OK。然后我曾经有刚好就在那个第10那边，就曾经而已，所以我就真的被摆到 S 这个位置。就是他们出赛必须要有 S 等级的人帮忙出赛，所以就变成 S 等级的球员，其实在他们那边很抢手。他们这个比赛的机制是，他到后面还是可以一直增加球员进去，说不定突然有的人11、12月他需要我的话，我可以再加进去。OK。对啊，但是我们这边帮你上一段日文，让日本人有看到这一段，说之后如果有需要你，你是愿意的这样。你平常会陪他练球吗？他回台北的时候？现在不会，现在看不上他。有时候很好笑，有时候比如说我就出国回来1个月了嘛，然后一个月就是都在比赛，没怎么练球。那回来其实我可能中间会休息几天才练，然后结果回来每次有时候跟他练的时候，好像他就会自己跟我说，是你自己说的，他说。怎么搞得好像是我1个月没练球一样，因为他就可能动不起来，还打不进哦，他自己也会这样说。而且就是他很爱嫌我，但他又很爱跟我练球，真的不懂。不是啊，你们就从小一起长大。他就一直在练，然后后来然后现在退役，他就会说心好怀念跟你练球，因为他当初自己不好好珍惜。因为就不会啊，我蛮珍惜跟你吵架的时候。对反手，然后他说你脚要动，然后我就不小心打偏，他说你怎么都打不准，那你脚自己不动不是打不准是你骂我，然后记得吗？我每次往中间打，刘星就跟我说陈思雨反手是这条线，就一点点哦，他都不行，他不愿意动，他就跟我说你打准一点好不好？就是可能热身而已。就是说我们就是调整嘛，我们运动员都要了解自己，就调整一下这样。然后他就说你要怎样，你要要求你自己呀，怎样，然后就觉得好烦哦，然后他就会说你做多球要怎么样，大力一点，要歪做多球，我们这里有个观众一定会说你做多球，是不是？刘玉兴做多球怎么样？来，反正我很容易就被嫌做多球怎样。然后我们小朋友，我们后来因为我现在当家嘛，就做多球，然后小朋友就会挥空。然后我就会为什么一直挥空？他说：“居然你做球怪怪。”其实你小朋友都知道你做球怪怪的。他说：“居然你做球都飘怪怪。”我说：“你还闲呐？”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，真的。我们接下来近期的3个比赛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台湾的选手们。然后国外的比赛，其实台湾都一定找得到的地方看转播，只是你有没有在 follow 这些赛事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什么想要话对思雨说？加油！那你比赛有没有什么幸运小物一定会带的？对啊，因为妈妈给的。我妈妈给的项链。我给你的东西，水晶呢？水晶你戴。哦，主要是妈妈给的这个项链，一直都每次比赛都戴。你问他小时候的时候，大家还会出借这条项链，打青少年。真的假的？就是比如说我第1轮选上了嘛，第1天就是打完了，那第2天之后，这条项链会轮流出现在每个人身上。所以你从小学带到现在？我从国一带到现在，16年了吧。那我们真的很开心，可以请到我们的思雨。有没有想要跟台湾的桌球圈的球友们讲什么？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吧，可以给多一点的运动员多一点的鼓励。对。是。
然后这样就是打桌球的人也会越来越多。对，太好了，我们台湾的桌球真的不可以忽视，需要各位观众多支持。来，思雨的 IG， 玉兴的 IG， 玉兴的 IG 需要吗？需要啊。帮我配合在圈。好吧，那喜欢我们的朋友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希望这集对大家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见，再次感谢我们思雨，拜拜。我有一次就跟他说，好希望跟你们一起打奥运哦。然后他跟郑燕姿就这样，这种很嫌弃的脸呢。没有啊，不是好不好？明明就是我跟他说，哦，好想你跟我们去奥运哦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那你想要我还是郑怡静？然后我就说，还是郑怡静好。好像没有输过你吧，对不对？你做梦？有，我赢过他。真的假的？大概到什么时候你就打不赢他了？不是，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国中根本就没有遇到。有，我们自由杯单打我就赢他，然后国手排名我也赢。你知道那次？听我说，现在是我的时间，就是国手排名我也赢他，然后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才高一，就是国手排名就是去自在参加这样，然后我前面几轮都赢他，然后最后一轮的时候就大家都不想打，然后我就猜拳，然后就猜输他，所以我就排最后，他就倒数第2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刚才开录之前，刘玉兴还说这集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。不是，我们今天这一集怎么好像有点离题了？之后这一集改标题，直接改标题，就是改成那种八卦，我们的恩怨，求八卦。